欢迎回到犀牛时刻。最近，窗外的雨似乎下得特别大，有些地方的积水甚至漫进了温暖的家里。当你撑着伞走到市场，看着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菜价，心底那股无形的生存压力，是不是也跟着悄悄攀升了呢？如果你打开手机，看见遥远的国度发生了剧烈的地震，或是听说某个地方正经历着不可思议的极端高温，亲爱的，请先深吸一口气，你感觉到了吗？最近这个世界的集体能量似乎正处在一种极度紧绷、躁动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在这样沉重的氛围下，你是不是发现自己和身边的人情绪都变得特别容易失控？可能只是一句无心的话，一个没有做好的小细节，就瞬间引爆了一场激烈的口角。而在争吵过后，当夜深人静，独自一人坐在床边时，伴随而来的是深深的懊悔与自我怀疑。你可能会在心里不断的责怪自己，为什么我总是控制不住脾气？为什么我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请你现在先停下来，放下所有对自己的指责，感受空气轻轻地填满你的胸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让我温柔地告诉你，你现在之所以觉得这么累，这么容易生气，绝对不是因为你不够好，也不是因为你修养不够，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你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这个世界过多的重量，然后你用一种极度消耗能量的方式，把这些重量转化成了对自己的攻击。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你穿上了多厚的盔甲去对抗世界，而是你终于愿意放下武器，给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画面，在你的心灵世界最深处，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房间里坐着一个抱着膝盖，正在独自哭泣的小精灵。这个小精灵就是你灵魂深处的内在小孩，他无比单纯，无比渴望得到你的爱。但是，当我们面对外在世界的混乱，不管是金钱的压力、气候的异常，还是人际关系的摩擦时，我们常常会把这些无力感变成对内在小孩的批判。每一次你在心里对自己说，你怎么这么笨，你真没用，没人会爱你的时候，就像是射出了一根又一根冰冷的暗箭，精准地射向那个躲在黑暗角落的小精灵。你以为严厉的自我批评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更进步，但事实上，你只是在不断地消耗自己最珍贵的生命能量。那个被你伤得遍体鳞伤的内在小孩，只能用焦虑、生病，或是对外发脾气的方式来向你发出求救讯号。这就是为什么你每天明明没有做什么粗重的工作，却依然觉得灵魂精疲力竭的原因。今天，我们将透过一位生命充满奇迹的灵性导师路易斯·赫，在他感动全球千万人的神作《创造生命的奇迹》中所揭示的终极心法，为你解除这个隐形的自我攻击。我们不需要去改变外面那个混乱的世界，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极度简单却充满高频能量的魔法。准备好跟住小精灵，找回你灵魂深处最初的温暖了吗？路易斯·赫的童年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创伤与阴影，他经历过贫穷、暴力，甚至在极度缺乏爱的环境中长大。长期的自我厌恶与内在攻击，最终让他的身体发出了最严重的警报。他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在生命的谷底，他没有选择向命运妥协，也没有继续用仇恨来对待自己。相反的，他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内在探索。他发现了一个震撼宇宙的真相：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疾病、匮乏与人际关系的冲突，根本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认为自己不够好。我们在潜意识里深深地拒绝爱自己。他恍然大悟，要疗愈身体的疾病，要改变外在的困境，唯一的解药就是给予自己绝对的、无条件的爱。他放弃了自我批判，开始温柔地对待自己心里那个受伤的小女孩。奇迹发生了，在没有接受传统手术的情况下，几个月后，他体内的癌细胞竟然完全消失了。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爱是宇宙中最高频的疗愈力量。你可能会问，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谦虚，要反省，到底该怎么做才算是真正的爱自己呢？路易斯·赫告诉我们，爱自己最快、最不费力的方法叫做镜子魔法。这是一个能够瞬间穿透潜意识防御，将温暖的光芒直接送达内在小孩的奇妙仪式。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温柔的魔法。明天早上起床后，当你走进浴室洗漱时，请你稍微停留在镜子前面，放下你平时挑剔自己眼角皱纹或是身材缺点的眼光，请你直直的、深深地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不习惯，甚至会有一种想回避视线的冲动，这都是正常的，因为潜意识里那个受伤的小精灵还不敢相信你终于愿意温柔地看着他了。请你深呼吸，
看着镜子里那双陪伴了你这么多年的眼睛，在心底或者轻轻的开口，用你所能发出的最温柔的声音对自己说：亲爱的，我看到你了，我完全接纳你现在的样子，你已经尽力了，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是的，你不需要先变得多完美，不需要先赚到多少钱，也不需要先改掉所有的坏脾气，你才配得到爱。爱自己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当你给出这份无条件接纳的讯号时，奇迹就会在你的内在世界发生。你会感觉到心底那个黑暗的房间瞬间被一束温暖的琥珀色光芒照亮了。那个原本抱着膝盖哭泣的小精灵抬起了头，当他发现你不再拿着冰冷的剑对着他，而是敞开双臂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时，他身上的伤口就会自动愈合，并且重新长出轻盈的翅膀。这就是镜子魔法的无穷威力。当你停止了内在的自我攻击，你的能量就不会再白白流逝。你会惊讶地发现，当你用充满爱的眼光看着自己，外在的世界也会突然换上一副友善的面孔。让我们把这个温柔的魔法带进你接下来的每一天。在这段集体能量比较浮躁的日子里，如果你不小心又和伴侣、家人发生了口角，或是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而感到沮丧，当你察觉到那股熟悉又沉重的自责感准备涌上来的时候，请立刻在心里喊暂停，不要再去拿箭射向自己了。请你走进洗手间，或是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镜子，看着自己的眼睛，轻轻地对自己说：我知道你现在觉得很生气，很委屈，没关系的，这只是一个情绪，这不代表你是一个糟糕的人。我允许你有这些感觉，无论如何，我都爱你。你不需要去强迫自己立刻冷静，你只需要给自己一份深深的理解。当你允许自己的匮乏与焦虑浮现，并且用爱去包容它时，那些负面的情绪就会像清晨的雾气一样，在温暖的光芒中自然消散。你会发现，当你对自己足够温柔，你也自然能用更宽容的频率去回应身边那些同样因为外在环境而感到紧绷的人。今晚，在这平静的时刻，作为送给自己最好的睡前礼物，请你再次深呼吸，感受这份放下自我批判后的无比轻松与自由。你终于不用再花费力气去跟自己战斗了。不管窗外的雨下得多大，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喧嚣，你内心的这座小木屋永远是你最安全的避风港。请在心底用最温柔的声音对自己说一声：亲爱的，你已经安全了。今天已经结束，你做得非常非常好。我选择放下所有的批判，我敞开心胸，给予自己无限的爱。我允许自己在此刻回到绝对的平静之中。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让改变自然发生，请允许自己到说明栏或留言区领取我们为你准备的专属资源。愿你今晚能用充满爱的目光温柔拥抱内在的小精灵，找回灵魂最初的轻盈。由心流时刻制作，欢迎留言、按赞、订阅，让我们一起在顺流中前行。下次见。